是消防队的宋队吧？对，我是刑侦队阿磊。啊，我们局长让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，介绍一下吧。从目前来看，起火点在里面，箱子附近。我们问了，说是一名搬运工人丢弃烟头造成的，不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但是箱子里面几件产品已经被烧毁了，价值嘛可不小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在箱子旁边发现一些可燃剂。可燃剂？对，应该是磷粉。我们去库房管理记录查了一下，这里面根本没有存放过磷粉，所以我们怀疑是人为纵火。宋队，那个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呀？一些雕塑，应该是艺术品。那燃火点呢？在哪儿？在这儿。火点应该就在这儿。烟头和助燃剂都是在这儿发现的。安队长，这边消防系统也有点问题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好。安队，上面有助燃剂，助燃剂的成分我们稍后才能分析出来。啊，你忙吧。好。助燃剂。刑侦组，你们马上到金色空间集合，快！你们两个不用紧张，我们是公安局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谁是王大鹏？我是。那你是宋明？是，我是宋明。关于纵火案，我希望你们到公安局协助调查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走。你们俩说一下这个烟头是怎么回事？这烟头的确是我的，你们要抓就抓我吧，跟大鹏没关系。哼，没那么严重。找你来呢，就是了解一下情况。昨天是你们二位最后离开的吧？是我们。对，是我们最后离开的。我们清点了展品，然后就锁上门了。警察同志，一根烟头就烧燃了，这不太可能吧？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。怎么样？给。经过分析，木箱外表面的助燃剂成分是磷粉。谢谢啊。不用。果然跟安队想的是一样的。给安队发信息。走。请进。安队。怎么样？这是在他们俩宿舍找到的。有指纹吗？没有。
好像是被处理过的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好。我说过，我们警察办案不会乱抓人的。你们再好好想想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别人了吗？没了，我们俩是最后走的。警察同志，我这次是不是铁定要坐牢了？哎，宋师傅，刚才不告诉你了吗？没那么严重啊，别想那么多。我孩子要是知道我去坐牢，他会被人笑话的，抬不起头。宋师傅，您别太激动了，我们警察不会随便乱抓人的，放心吧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再好好想想。走吧。安队，我们了解了一下，仓库的钥匙除了仓库保管员和保安室有，还有2把，分别在公司负责人商学军和罗坤那儿。商学军？啊，你好，我是刑侦队的安磊。你好，罗先生，这次来呢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。还有什么好调查的？都烧没了。罗总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这次荣都市的展览是第1站，接下来还有全球巡展。你说这把火烧的，接下来的展览可怎么办呀？罗总，我知道你们损失很大，所以更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查出原因。想了解什么你就问吧。我是想问一下，尤库斯在业内有什么竞争对手吗？或者说，这段时间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据我们目前的调查，这次的火灾并不是意外，有可能是一次人为的纵火案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故意在仓库里放火，烧了我的展品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在这圈里口碑一直很好，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。安队长，还要请你帮我找出这凶手，不然的话，我没法向法国总部那边交代呀。这你放心，我们会尽我们全力的。我还想问一下，着火那个仓库的钥匙在你这里吗？在。你能给我看一下吗？这把钥匙过去24小时离开过你吗？没有。你们不是在怀疑我吧？啊，罗总，我们只是来了解情况的，并没有怀疑你。这把钥匙我带回去做个鉴定，可以吗？好吧。解决。同志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找你了解点情况。你能把昨天的录像给我们放一遍吗？哦，好的。听一下，你注意看一下，这儿。好，你可以继续再放下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不客气。哎，我能把这个监控录像拷
拷贝一下吗？这个我要问一下我们领导，申请一下。好。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雕塑被损毁了，可是啊，在这之后1个月的门票已经全部销售一空了。如果这次展览不能如期继续，这对尤库斯的全球巡展是非常不利的。我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好办法。说话呀，哑巴了。罗总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跟法国总部说一下，调货过来。我们还有1个星期的时间，时间完全是足够的。不可能，之前我跟安警官这样说，是为了稳住外界情绪。这件事绝对不能让法国方面知道。这是我首次独立担任尤库斯的策展人。如果这件事通报上去，对你、对我，都没有什么好处。那要不这样，我们现在原地复制展品，反正这些展品就是在这儿生产的，模具我们也有，直接复制出来就行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们现在剩的原料不多了，最多能加工2具雕塑。能做2具就2具吧，我觉得可能大部分观众都看不出来少了。万一被发现了，对尤库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罗总，我倒是还有个办法，就是有点风险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，快说。您看，您现在担心的，第一就是不能让法国总部知道，第二就是不能让观众看出来，所以我们只有赶制雕塑这一条路。所谓的原料不够，也就是锡溶液不够。可是如果在原料里掺杂别的原料，例如水泥和石膏，这样就可以减少锡溶液的用量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复制出所有的展品了。不行，这样风险太大了。我也知道有风险啊，可现在我们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就算有别的办法，也同样会有风险，而且他们不仅会有风险，还不一定能完成啊。学军啊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这些是火灾现场的照片，大伙儿注意一下这些木箱摆放的位置。首先一点，这个烟头出现在西南角，这个位置摆的多为字画，是易燃物。这个位置是尤库斯雕塑位置，也是火势最猛的位置。可是嫌疑人是怎么做到只烧毁部分展品？这仓库里边有3个自动灭火器，1号、2号、3号。火灾当天，恰恰是3号灭火器失灵了。这也不排除正好是当天出了故障呀。我查过他们的消防安全检查记录，这3个自动灭火器刚刚通过安全检查。对了，上午送检的物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，说在仓库里发现了磷粉。这种磷粉有助燃作用。原来是这样。安队，你说犯罪嫌疑人的动机是什么？如果想毁坏展品，直接一把火烧了不就完了吗？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。会不会是嫌犯的失误呢？我觉得不像。安队，你刚才说了，这个消防系统的控制装置是在一起的，它要毁坏，直接一起就可以毁坏掉了。问题就出现在这部分展品这边。
谁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来破坏这些展品呢？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熟悉这些展品的摆放位置，还有灭火的控制装置。这个人应该是油库司内部的人。你们注意没有？字画并没有烧火，可见字画对他很重要，要么是他的心血，要么就是他分管的项目。安队，如果按你的分析的话，这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大的阴谋？哎，这个一定要弄仔细啊！展览的时候，这件展品很重要。好，知道了。你好，我是刑侦大队的安磊。啊，我是商学军这儿的负责人。我知道你叫商学军，我是想问一下，案发当天你是不是给王大鹏和宋明打过电话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想知道你们都说了什么。没说什么，我就是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在仓库里边抽烟。喂，是我。商总，我说你们俩想什么呢？还敢在仓库里面抽烟？我是把烟掐了的呀，商总。我哪知道啊！再说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商总，我们不会去坐牢吧？哎，商总，我是大鹏，这事跟我真的没关系，烟是宋明抽的，你一定得为我作证啊！我怎么替你作证啊？我又不在现场。再说了，最后是你俩一块清点的，要真出了事儿，你也有责任。商总，我真是无辜的，你得救救我呀！我帮不了你。喂，商总，哎，挂了。完了，这下要出大事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个纵火案一定跟他们有关系呢？你们警察不是都说了吗？找到他们抽烟的烟头，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啊？不过这俩人真够苦命的，都挺不容易的。能问一下，当天晚上你在哪儿？我在工作室呢，听说失火了，就赶去现场了。哎，后来就听说你们找到线索了。你们警察同志还真是人民的保护伞呐！感谢你给我提供这么多信息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再找你可以吗？没问题，随时配合你们工作。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哎，给我放实了啊，多灌点。哎，倒，哎，接着倒。家俊，跟我进来一下。家俊，你帮我查一个人。你说，他叫商学军，在油库司工作。我要他全部的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你去查吧。是。怎么样？来，指纹好了。好，谢谢啊，没事。安队，洛坤钥匙上的指纹报告出来了，他的钥匙上出现了2种指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安队，我记得罗坤说过，他仓库的钥匙从不离身，会不会是他自己策划了这起纵火案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。第一，如果是他自己策划了这个纵火案，他就不会告诉我们他的钥匙不离身。第二，这个活动的整个策划都是他，
他干嘛要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呢？说的没错，看来我们还得去一趟金色红线。罗总，您的人都到齐了吗？都在这儿。不对吧？商学军呢？哦，真不凑巧，商学军昨天给我请了个假，说他今天到附近县上看一个老朋友，所以没来。你马上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赶快回来。好。商学军为什么老是不接电话呢？他不接。夏俊、陈欢，把他们的指纹都收集一下，带回去给他们检测一下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把外面那2个新的雕塑带回去，检测一下。是。安队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人都给你们检查了，怎么还要检查我们的产品呢？这跟本案有关系吗？罗总，您先别激动，我们只是例行检查。这是我们新感知出来的2尊雕塑。没错。这可不行。为什么？这2尊雕塑还要接受巡展，还有一个就是关系到我们尤库斯的知识产权问题。雕塑本身就蕴含着商业机密，我不会轻易让他人检查。安队真的不能拿。是这样，这2个雕塑呢，跟我们案件呢有些关联，所以我们必须带回去检测。希望您能理解。安队啊，我就把实话跟你说了吧。我们那2尊雕塑是用水泥和石膏掺杂做成的，我们也没辙了，为了赶进度，只能这样做。但是我们尤库斯呢，在工艺上绝对一点没有掺水。这是商学军给我出的这个馊主意。您说这主意是商学军给您出的？安队长，你一定要放我一马，要不我在这个圈子里没法混了。这样吧，您尽快的联系到商学军，如果找到他，及时向我们汇报。啊！我再次跟您重申一下，这2尊雕塑对我们非常重要。罗总，媒体方面的事情呢，我暂时是不会给您公开的啊。但是我希望您引以为戒，不要干这种傻事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古飞，安队，商学军的手机能定位吗？已经定位了，他不在什么县里，就在市里。在哪儿？在市中心的豪庭大酒店。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商学军的人？请稍等。报告警察同志，没有叫商学军的人在这儿登记过。小姐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啊，认识。昨晚喝多了，将人给抬回来的，现在住在1501。
小姐，麻烦你叫人带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房间。客房服务，开一下1501。这是客厅。这房间空调开了这么低。这是卧室。这个房间好像没有人睡过，这床上整整齐齐的。这是洗手间。丑焕，保护现场，把他带出去。是，快点，快！喂，将军，迅速赶到豪庭大酒店，1501，你通知一下海兵和李法医，快，迅速！这边。安队，浴室里边发现张学军的尸体。海兵呢？马上就到。安队，尸体在哪儿？在里边。吴飞，安队，拍个照。是。丑焕，是。把这个带回去。是。安队，尸体上没有发现搏斗痕迹。是淹死的吗？经过初步尸检表明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天夜里12点到凌晨1点，死亡原因应该是摄入过量酒精导致中枢神经麻痹，所以很有可能是洗澡的时候溺亡，但这只是猜测。我还要把尸体带回局里继续检查。好，我们走吧。你好，警察同志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1501的客人什么时候入住酒店的？您说的是昨晚喝醉的那个人吗？对，他是昨天晚上登记入住的，可是不是他本人登记的。您是说有人替他登记是吗？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带他来的。出租车司机？为什么是出租车司机啊？警察同志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在咱们荣都市，宾馆和司机都有着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入住宾馆的入住客，宾馆都会给司机30块钱的好处费。这样啊？那你还记得当时的详细情况吗？昨天晚上，那个人是被司机背进来的。当时背进来的时候，他满身酒气，烂醉如泥。满身酒气？
你能带我去你们监控室里看一下吗？好，这边请。老刘，啊，这是公安局的同志，你配合一下他的工作。好。啊，师傅，麻烦你帮我调一下昨天晚上大厅、前台和走廊的全部录像。好的，全在这里了。师傅，你帮我调一下15层的楼道录像。经理，你让总台去联系一下这位司机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安队呢？去监控室了。安队，我刚才看了一下监控，这个商学军是昨天晚上10点半左右被出租车司机带入酒店的。这也就是说，他进酒店之前他还活着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油库司的2号人物，在大火后短短几天，他居然死在浴缸里面。这种意外可能性不高啊。安队，我同意你的看法。据我的了解，油库司上上下下正在赶着新的雕塑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商学军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，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吗？警察同志，司机已经找到了，我让他在大堂等你。谢谢你啊，家俊，跟我去下。好。家俊，应该是他了。应该是。你好。哎，您好，我是刑侦队的安磊。您好。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您说。师傅，请问您贵姓？我叫林国华，是本地人。林师傅，哎，昨天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拉过一个人到豪庭大酒店？昨天晚上哦，是有这么回事。那麻烦你具体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。是这样，昨天晚上我是在一家酒吧的门口，接上这个客人的。当时是2个人把他送上我的车的。2个人？对，是2个人，其中1个人还给了我100块钱，说不用找了，让我把他送到豪庭大酒店1501房间。哪家酒吧？潮人酒吧。你确定？肯定的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地名是肯定不会错的。潮人酒吧。安队，我发现我们上次在金色空间的指纹采样，所有人的指纹跟罗坤钥匙上的指纹都比对不上。海滨，你再查一下，你查下纸杯和钥匙上的指纹是不是一致的？那天让他丧命的那个浴缸水非常的冷，如果是泡澡的话，应该用热水才对呀。我也奇怪这一点，他为什么要用冷水泡澡呢？好，海滨，先到这儿，你再继续查一下。回来了。好。哎，安队，我们去豪庭再看一看。
陈欢，哎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你说这房间温度很低。是。安队，你看，房间的温度显示最低。这么一个凉爽的季节，他怎么开冷空调？顾飞，检验报告出来了。我看看。喂，安队，我们这儿有新情况。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对，检验报告出来了。检验报告显示，商学军的体内有氰化钾。我刚才通过尸检发现，商学军的腋下有一个非常细小的针孔。也就是说，商学军根本就不是淹死。果然是这样。有什么新情况，马上告诉我。好。安队，怎么了？海边告诉我，商学军根本不是溺水而死的，他是中毒而死的。这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是一样的，看起来是有人蓄意谋杀。我就猜到是这样。那好，你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。我们这次来酒店证实了商学军的死亡时间不是在晚上12点至凌晨1点，应该是更靠前，但这却与汪海滨的检测相矛盾。我认为他被凶手的一个小把戏给蒙蔽了。小把戏？凶手很聪明，他采用了2个手段将商学军的死亡时间进行修改。首先，他将房间的冷气打开，大大降低了房间的温度。第二，汪海滨曾说过，商学军是用冷水洗的澡。我想起来了，汪海滨确实说过，商学军的浴缸里放的是凉水。不对，那里边不止放凉水，应该放入大量的冰块。等冰块融化之后，可以大大的降低温度，从而导致商学军的死亡时间延迟。安队，按照你这个推论的话，商学军的死亡时间至少要提前1个小时，应该在10点到11点之间，这才对。可是我们调看了宾馆的监控录像，直到凌晨这个房间都没有人出入，而且走廊里也没有人来回走动。凶手到底是怎样进入这个房间的？这算是本案关键的一点，也是我们来这儿重新检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安队，有情况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又麻烦您来了。你帮我调一下15楼，在昨天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，楼道的监控录像。好的。把这个放大一下。应该就是这个，可脸也看不清啊。麻烦你把这个给我放大一下。哦，好。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哦，师傅，谢谢你啊！应该的。我们去看看。
小姐你好，你帮我查一下1502房间的客人信息。好，请稍等。这间房是事先有人预定的。事先预定？谁？是诚信集团的赵总。赵才？对。这就对了。我在监控室里见那个人特别眼熟，他是赵才的手下，他叫丁武，是诚信集团保卫科科长。我在创意园区的启动仪式上，我见过这个人。这样，我们兵分两路，分头调查。是。召唤那边。是。怎么样？安队，丁武好像畏罪潜逃了。去诚信看看。走。是。你好，请问找哪位？赵才在吗？赵总在开会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我们是警察，有事情找他。赵总在会议室，恐怕不方便接见两位。会议室在哪儿？我是新来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安队，您来了。赵总，对不起。啊，没事，走吧。安队，请坐。赵总，丁武去哪儿了？小五子，他今天轮休啊。家里没人。家里没人？那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警方查到丁武和一宗谋杀案有关，他是重大嫌疑人。案发地点是在豪庭大酒店，客房登记的名字是你的名字。对，那房间是我订的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赵总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给丁武订那个房？安队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前些天呢，小五子他告诉我，他们家的亲戚要到荣氏旅游，托我订个房间。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情。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我们就是来问你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会不会搞错了你们啊？赵总，这个丁武这段日子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的事儿了？事儿倒是没有。前些天我听说他又炒股赔钱了。哦，对了，还去什么高利贷公司借了50万炒股。你说这个小五子，我劝了他多少次了，不要去炒股，股市不稳定，不能炒，听不进去啊！现在倒好，闹出这种事儿来了。赵总，我向你打听个人，吴刚是不是离开了诚信集团？吴刚这个人，在我们这个圈里，算是一个商业棋子吧。他在诚信的确委屈他了。咱们诚信今年运营状态不好，现在正缺人手的时候，他又离开了公司，大家挺难受的，挺受挫的。大家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，都是兄弟。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啊。好，谢谢。不谢。刚刚吓死我了，差点被安雷给看见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特别心虚。安安，我现在遇到一定的困难，你必须得帮我把安磊盯住。你的分析很有道理。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，我同意特侦组将以往涉及诚信的所有案子并在一起进行梳理，一旦有发现，成立专案组调查柴宗元。目前要注意保密，还是先把商学金的案子查清楚。是。陈焕，有件事你现在马上去做，你把诚信集团的所有资料给我调出来。好。半个小时之后全体开会。是。
请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柴总果然是高手。我说啊，我也想看看你的球技。来吧，我，柴总见笑了。哎，太臭了，太臭了，这是。哎，还不错嘛啊！哎，老赵啊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点心不在焉的？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？柴总，可千万别给我找借口。和你在一起打球，我的球技哪儿能和你相提并论呢？我看啊，不是球技的问题，是你太紧张了。柴总，和你在一起打球，能不紧张吗？啊？老赵啊，没什么好紧张的，放松点。现在的局面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。柴总，今天安磊来找过我，谈到丁武的事儿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提到吴刚的事儿，我找了个借口，把他打发了。是吗？是。从安磊的眼神里，我感觉到他有很多话没说。赵总啊，这可不是你一贯的做事风格，要冷静、淡定。柴总，说实在的，我够冷静、够淡定了。老赵啊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到达金字塔的塔尖的，总得有人在下面垫着，有人才能上得去。人呢，要明确自己的目标，把心情放松。至于到塔尖的这段路该怎么走，和谁走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钟欢，你资料找的怎么样了？这不正找着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给雕塑做一次成分检测。哦。钟欢，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这尊雕塑里边的成分跟我检测的其他几个有点不一样？嗨，不是每尊雕像的成分都是一样的。你听，检查器有明显的报警声。钟欢，我现在就去找王海滨，让他对雕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没有。
边有东西。安队长，罗总，这是谁的大作？你看这么入神。薛军几年前的作品。哦，那时候啊，画的是真有灵气。云山雾绕，小桥凉亭，马车美人啊，一幅晚归伤情图。现在他可画不出来喽。他画的的确是不错。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们找到商学军的尸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呢？你记得上次给我那把钥匙，那上面就有商学军的指纹。奇怪了，这把钥匙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怎么可能有他的指纹呢？我们之前一直怀疑商学军跟纵火案有关系，不过他现在人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。所以什么？你就成了我们最大的怀疑对象。安队长，整个荣都市都没有多余的原材料了，薛军就给我出了这么个主意，说往模具里面填充水泥和石膏。我为了赶制雕塑，时间紧迫，只能出此下策。安队长，你相信我，薛军的死跟我没有一丁点关系。我要早知道，就不往模具里边填充水泥和石膏了。罗总，如果雕塑里边只有水泥和石膏的话，我就不来找你了。安队长，雕塑里还有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你这雕塑里边装的不是石膏和水泥，而是毒品。能把毒品放进雕塑里的人，是在你工作室自由出入的人，而这个人只有商学军。这个商学军，我早就劝过他，让他戒了那玩意儿，他就是不听。也许你不太清楚，商学军跟荣都市的黑社会早有勾结。你们这个当代艺术展，已经成为黑势力藏匿毒品的一个中转站。把他送医院去。我觉得这个是有人刻意安排的。这个商学军不过只是一枚棋子，这个幕后黑手应该就是在逃的丁武。监卷，马上通缉丁武。是。查到了。怎么说？商学军97年在美国杜克大学留学，当时学的专业是国际文化交流。对，我记得柴宗元好像也有美国留学的背景啊。吴飞，你查一下柴宗元在美国留学的经历。查到了，柴宗元是96年在乔治敦大学学国际政治学硕士。他们两个人都在美国，会不会当时就认识啊？杜克大学应该是在北卡罗来纳州，而乔治敦在华盛顿，两所学校隔得很远。我觉得他们认识的可能性不大吧。古飞，你把他们俩在美留学的经历打出来。是。
这应该是一个与人体工程学有关的一个社团组织。类似这种组织，在美国大学联盟内非常受欢迎。安队，这么说，这两个人在美国参加过同一个社团，那他们认识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可是如果他们认识的话，尤库斯来荣都市开展，应该找他们公司啊。我也觉得问题就出在这儿。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市公安局今天发布了一条通缉令：丁武，男性，年龄35岁，如有知情者，请拨打市公安局举报电话。紧急通知！市公安局今天发布了一条通缉令：丁武，男性，年龄35岁，如有知情者，请拨打市公安局举报电话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他可是我们荣都市的大角色，你要说认识，我倒还真不怀疑你。有点面熟。他是不是叫柴宗元？啊，对对对，柴宗元就是他。我确实不认识，但是我知道他是项目负责人之一，园区的项目负责人之一。你少给我装蒜！你们尤库斯进入创意产业园区，难道没和诚信集团打过招呼？真的没有跟他打过招呼。我们尤库斯这次来荣都举办艺术展，是受荣都市文化局和高校艺术联盟的邀请，是他们跟会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联系的。我只从新闻里看到过这个人，他可是你们荣都市的一个精英啊！据说下期《时代精英》杂志封面角色就是他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别扯这些没用的。就算你不认识柴宗元，你们尤库斯也一定有人跟他有联系。认识柴宗元违法吗？我们怀疑诚信集团和最近的几宗案件有关，所以才来找你问话。警察同志啊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不乐意了。你们把我辛辛苦苦赶制的作品给拒了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你们现在倒怀疑我们尤库斯是什么犯罪团伙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尤库斯好歹也是当代艺术圈里的领头羊，我们在国际上的声誉都是很好的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致力于绿色和平项目和人类灵魂补完计划。你现在一副认定了我们是犯罪团伙的样子，是不是有点可笑啊？我们可都是艺术家。哼，艺术家？我看闹事的就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老总，别激动，喝口水。罗总，你太激动了，对你身体不太好。我身体怎么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患有糖尿病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才看你拿水杯的手指头一直在颤抖，而且你眼白泛黄，这是视网膜神经衰退的表现，这是糖尿病人的症状。我相信我不用再撩开你袖子看一眼针眼了吧？安队长真不愧是荣都市第一神探，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。这几年我确实是太累了，各种应酬不断，血糖也一直居高不下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相信你跟本案无关。不过罗总，说到这儿，我就得提到你的徒弟邵学军，他对你太不够意思了。雪军？是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现在诚信集团研发一种治糖尿病的新药，马上就要上市了。听说这药效还不错，这商学军跟诚信集团关系不错，他跟你拿点药试试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学军认识诚信的人？
他可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呀。我们可能遇到荣都市最大规模的一次集团犯罪案。越是危机时刻，越需要冷静分析。都说说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这个柴宗元的诚信集团有很大的问题，我们应该对他进行彻底的调查。安队，从曹孝阳的案子开始，柴宗元已经有嫌疑了。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证明他和这些案子有什么联系，但是这些案子的主谋都和柴宗元的关系不一般。他的动机是什么？这样，我们把所有以前的推理和推测全都放下，重新梳理一下。毒品案、假话案、地产案、双胞胎案，还有藏毒案，跟这个柴宗元都有关系吗？这些案子表面上看起来和柴宗元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这些案子都跟诚信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柴宗元的诚信集团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制药企业，而且钱大伟的案子到现在都没有了结。我觉得永康跟诚信肯定关系不一般，有可能这个钱大伟就是他的替罪羊。喂，你好，刑侦组。喂，赵才找不到了，而且电话也打不通。他们公司的人说今天他也没过去上班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安队，赵才的手机已经联系不上了，他公司的人说他今天没有去，很可能是已经离开了荣都市。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看来，以柴宗元为首的诚信集团极有可能是一个恶性的犯罪团伙。同志们，现在情况非常危险，我宣布成立专案组，将以往凡涉及诚信集团的案件进行并案调查。行动代号：暗夜黎明。柴总，有人找您。来，坐。哎，来杯咖啡。看来你知道这事儿。我想问一下，商学军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真不认识？我要是认识他，那就好了。哎，你说油库司这么大的项目，那还能落到元和集团手中去吗？我们调查了一下，发现他跟你一样，在美国留学，而且你们同时参加了一个美国高校联盟的社团。你不认识他？真的？他也是我们那个 HE 社团的？没错。我也不想绕弯子了。商学军在豪庭酒店被害，而那间套房是以赵才的名义秘密定下来的。我们在酒店的监视录像中发现了丁武出入的录像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跟你们诚信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柴总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哎呀，你是怀疑我跟这些案子有关系？我可以向你表示，这些案子我一概不知，而且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是不是现在办案子太紧张了呀？
哎，我说你现在这种状态，对你办案子可没什么好处。再说了，赵才也好，丁武也好，那都是为我们集团做出了很大贡献的，都是我的好兄弟。我希望你尽快把这个事儿弄一个水落石出。这点你放心，我是警察，抓罪犯是我们的本职工作。凶手已经住在了我的疼痛神经上，就算再痛，我都会连血带肉，把他连根拔起来。你的话我听懂了，不过我也得提醒你，你现在是执法人员，得依法办事啊。说得不错，我不会错抓一个好人，但是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